门外又有人说闲话。别管了，随他们去吧。不是，我说随他们去吧。是。今儿这是怎么了呀？怎么连打架的兴致都没有了？这可不像你。是，确实不像我。我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去，再跳。这个大渊王就是个十足的蠢货，为了马匹和金子，竟然杀了汉朝使臣。昆明息怒，既然是大渊王惹的祸，那汉朝自然会去讨公道，跟我们乌孙不相干啊。你不了解这个汉朝皇帝，他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，他一定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。哎，哦，做什么文章啊？母后拜见太后。孩儿多日不来看我，原来是忙着做文章呢。哎，哪里啊？母后，请母后恕罪。昆弥为乌孙子民操劳，这有什么罪呢？木哈兹，我要和昆弥说说话，你去帮我热杯羊奶。喂。母后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要是说要紧，它已经发生很多天了；要是说不要紧，它确实是对我们王族不利。母后指的是外面那些流言蜚语吗？这些可怕的话，如今已经传到宫廷内。你不告诉我，是怕我啰嗦？哎，哪有啊！我是怕这些事惹您烦心。这些个流言，就像酒里的陈渣一样，只要不搅它，时间一长，自然沉下去了。可是这些可怕的话，如今已经变成怀疑的种子。如果任它生根发芽，怕是会后患无穷。就是些流言，哪有那么可怕呀？流言说解忧肚子里的孩子是温归的骨肉，这不可怕吗？当年先王列焦弥去世，大陆不满你继承王位，拥兵割据。那时的你还年幼，可我却终日担惊受怕。那都是陈年旧事了。现在大陆很本分，而且王相做得也很好，我看他不会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。将来王子出生，满朝上下都传言他是温归的儿子，大陆的孙子。到那时候，你敢担保大陆没有非分之想吗？我在乌孙王庭这么多年，风风雨雨见得太多了。政权就像一座石头搭成的高塔，看着坚不可摧，但是只要根基不稳，倒塌只是一瞬间的事。母亲说的是，这些孩儿心里都清楚。好，你清楚就好。我来就是提醒你，你是乌孙的昆弥，你不能赌博。倘若有什么你不好决断的，就交给我。哎呀，这些医术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，安胎和保胎的分不清，写的真是晦涩，比针灸还难懂。你干嘛要自己学这个呀？按照医说书的调理不就行了？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，知道这里面的道理，对孩子肯定好。你真是天底下最用心的母亲，生出来的小王子啊，一定像小牛一样壮。我希望他将来勇敢坚强，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那要是生的是个小公主呢？那也一样啊。
他要会骑马，会射箭，最好还要会一身功夫。那不是生了一个小冯辽吗？那可不一定，也许还会顶碗走钢丝。参见公主。怀大哥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些医书里面有些我看不懂，你教教我。公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如此悠闲？我听见一些士兵在谈论你和温归的事，这就说明谣言现在已经传进了王宫。如果让昆弥知道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昆弥一定比我消息灵通，这谣言都四起了，他还没有问我半句，说明他信任我。何苦呢？何苦因为别人的谎言而害怕呢？右夫人，穆哈兹求见。请进。拜见右夫人。可是昆弥有什么吩咐啊？右夫人，昆弥请夫人进宫说话。啊，那你回禀昆弥，我准备一下就去。解忧拜见昆弥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啊，都叫你半天了。我在找一卷书。书？对，这卷书可以答疑解惑，可以让人平心静气。什么书有这么大魅力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外面都已经流言四起了。你不来找我辩解，却去找什么书？列子。书里说的是，从前有一个人，他丢了一把斧子，他怀疑是他的邻居偷的，因为怀疑，他怎么瞧他的邻居，都像是一个小偷。可笑的是，后来这把斧子找到了，并不是他的邻居偷的，因为他不再怀疑，所以他怎么瞧他的邻居，又都不像是一个小偷。你是想说，姑就是那个掉斧子的人？无论你怎么解释，都不会相信，是吗？何须解释呢？时间长了，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昆弥现在不相信我，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我，所以还不如什么都不说。我原来想的跟你一样，以为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说，时间长了，真相自然会显现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危险了。叫你来，就是想让你自己说清楚。哼，没想到我到了乌孙这么长时间了，昆弥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。我要是对你没有信任，就不会在这里听你讲故事了。现在不是让我相信你，是要让全乌孙的人相信你才有用。我虽然是乌孙的君王，可是我无法控制别人心里想什么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最近就在寝宫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要去，免得遭人非议。再说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也不方便，明白吗？解忧谨遵昆弥旨意。我把我全部的身体奉献给了乌孙王君须弥。除此之外，我并没有碰过其他任何一个男人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。干嘛呀？爷今天不想揍人，滚！哎，这位客官别生气，里面这个人啊有几个臭钱，我这就叫其他姐妹来伺候你。
父亲。哟，多大人了，还叫父亲在妓院里待的？赶紧走开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父亲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难道我愿意来？堂堂的乌孙相国，到妓院来找我的左大将儿子，死了都没脸见到祖先。哎呀，别老把死不死的挂在嘴边，这多难听啊！我到这儿来是有原因的。我在这儿能听到好多王宫里边探听不到的消息，见到好多见不到的人。呸！你到这儿来，就是来寻欢作乐的，还狡辩！我，赶紧跟我回去。宫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你跟那个解忧的谣言满天飞。昨天，解忧已经被昆弥软禁了，后面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。啊，解忧被软禁了。你可不许胡来啊！现在跟我老老实实的回去，专心练兵，整顿军务，这对你才是最好不过的。父亲大人教训的是，我不应该莽撞行事。我这就跟您回去。明白事理就好，赶紧走。父亲，您先在楼下等一下啊。你可不许跟我耍心眼啊！你想跑？我得结账啊！我待这么多天，总不能不结账吧？要不，您跟我一块儿去？去，跟你丢不起的人。好啊，跑了！温贵殿下，你不能过去。怀殿杀，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你的？为什么无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，总有你拦着？你让开，我要去见昆弥。温贵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但是今天奉了公主的命令，必须要在这儿拦住你。胡说八道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公主她被昆弥囚禁，眼下只有我能去救她，为什么要拦我？你要再不让开，可别怪我动手。这还没说到3句话呢，就吵吵要动手。好，我问你，见到昆弥，你跟他怎么说？当然是让他放了解忧，让他去抓那些制造谣言的小人。就是因为你这个性子，所以公主才让我拦住你，免得害人害己。我怎么害人害己？公主现在确实被软禁了，但是并没有危险，昆弥也没有逼迫她做什么，只是说事情查清楚之前不让四处走动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但是如果现在你轻举妄动的话，一定会刺激昆弥，让那些暗中的人有可乘之机。这样不仅会让你遭到怀疑，连公主和孩子都可能遭到不幸。你说是不是害人害己？请回吧，公主的事由我。你就能确保万无一失吗？总比节外生枝要强。好，我且信你一次。可是怀天杀，你听着，公主这边若有半分危险，我可顾不了那么多。公主，左夫人来了。请进。姐姐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和昆弥有些误会，我们是姐妹，我当然应该来看看你啊。快请坐。姐姐真是太客气了。虽然我被禁足，但昆弥仁厚，这里什么都不缺。那可不行，你不心疼自己，也要心疼肚子里的孩子啊。我那儿还有我家乡的兽皮毯子，别提多暖和了。我送几条给你。姐姐太客气了，我这里真的什么都不缺。
你是看不起我们匈奴的东西吗？怎么会呢？那还是看不起我这个匈奴女人呢。姐姐真是会说笑。那就别客气了。阿才，麻烦你跟我去取她。我去吧。谢谢姐姐。不用客气。速去速回，去吧。阿才，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古瑞亚，我们进去挑毯子。夫人，我们一定要拿最好的给他们吗？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人家现在有难嘛。夫人，你为什么要对解忧这么好？他已经失宠了，以后也不能跟你一起平起平坐。你懂什么？昆明想处罚的根本不是解忧，现在把他关起来，只是做做样子。今后他还是右夫人，这关系当然得弄好。做样子？那昆弥真正想处罚的人是谁呢？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温归了。温归是最能威胁昆弥王位的人，只要抓住孩子的事情不放，温归就永无抬头之日。阿才，这是我挑的上等货色，让右夫人不要客气。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谢左夫人，阿才先告辞了。左夫人，你确定他都听见了吗？看他丢了魂儿的样子，能没听见？解忧，听说昆弥不让你私下走动，我特意过来看看你。解忧给太后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别委屈了孩子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呢？应该多喝一些温热的东西。唉，身边怎么连个侍奉的人都没有啊？阿彩去胡姑那儿了，刚才胡姑来过了，说天冷了，非要送我一床毯子。哦，她这才有个做姐姐的样子。冰昆明，左夫人刚出了右夫人的帐篷，太后就进去了。太后？太后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哦，你被昆弥禁足了，我过来看你，顺便带来一些乌孙古方的安胎药，很灵验的。太后之前不是告诉我，在这乌孙王庭，最忌讳的就是安胎药吗？啊，这个不一样。这是在乌孙流传了100年的古方，与众不同，真的很灵验。来，你来试试。那解忧谢过太后了。解忧，母后。昆弥，
先坐下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哦，免礼吧。啊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太后特意过来给我送一些乌孙的安胎药。哦，母后啊，我看还是别喝了吧。因为解忧的药一直是汉医抓取的，突然服用乌孙的药，会不会有什么冲突啊？我看还是别喝了吧。这有什么不妥啊？天下女人的肚子都是一样的，安胎药之间能有什么冲突啊？这天下的事也很难说，现在还是谨慎为好。我就是为了谨慎，怕出意外，才给解忧来送药的。这可是我老婆子的一片心意啊！是这样的，其实最近我也看了一些医书，无论是乌孙还是大汗，安胎药的药力并不相冲，没关系的。说的有理，不过这药现在有些凉了，药不能凉着喝，还是热一下再喝吧。木哈兹，昆明，去把药热一下。也对，就算是大汗的药，也需要热一下再喝的。还是昆弥想的周到。解忧，来坐下。我来吧。怎么那么烫？昆明息怒，都是我的错，热都热不好。昆弥，穆哈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别生他的气。今天看在右夫人的面子上，先饶了你。记住，以后所有的药，去太后那里去，亲自熬给右夫人喝。是昆明，下去吧。好了，一碗药算不了什么。我累了，我想回去了。我送你，太后。不用了，你保重身子要紧。母后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阻拦我？那毕竟是个无辜的孩子，而且我相信解忧她是无辜的。刚才您离她那么近，您从她眼神中看出欺骗和背叛了吗？你的母后是一个老眼昏花的老太婆，我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，这都不重要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如果打掉这个孩子，一切危机都将化为无形。如果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乌孙王庭的血脉可能就要被改变。这样的账，昆明你自己算不清楚吗？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其实这些能算清楚的。母后，我相信解忧，我希望您这次也能相信解忧。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。你想相信解忧，可你却把她软禁在自己的寝宫里，你根本就不相信她。你既然今天不信，将来你也不可能信。等到那个孩子出生，他的身世之谜就会像魔鬼一样折磨着你，一直到你死，你都不会明白这个王位是不是继承给了自己的孩子。母后，可是我不能这么做。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心慈手软，可是当别人帮你动手的时候，你又拼了命的阻拦。昆明啊，儿子，你是爱上这个女人了，你现在是拿王位和整个家族来做赌注。如果这就是你的为君之道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你放心，我不会拿家族做赌注。但是，你让我再考虑几天。你是昆弥，任何事情都在你的一念之间，谁也做不了你的主。那碗药是什么？你回去就知道了。我老了，只能做这么多了，剩下的都在于你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昆弥，刚才太后离开的时候，特别不开心。我知道，刚刚在外面，我就跟她道过歉了。你不必紧张，太后乃无孙之母，她亲自送来的药怎么会有问题呢？是，她是这个孩子的奶奶，她怎么会对自己的孙子下手呢？哦，对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，是关于2句诗文。我记得汉朝有一个古书里面写过这么2句话，是什么记不得了，大概的意思是：要治理好国家，得先管理好自己的家族，是吗？《礼记》里有记载：欲治其国者，必齐其家。说得好。以前看这2句话，我很不以为然，现在看来，确实如此。这家要出了事，那国家也不安定。其实你家里并没有不好的事情，只是有人故意挑拨，制造事端。你说的没错。所以越是这样，我们越是要小心，不能出错，不能给那些人机会。昆弥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解忧，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生下我的孩子，对朝政会不利。昆弥，我现在要先保护乌孙，然后再生你。昆弥，这是你的孩子。我知道，可是，在乌孙和家族之间，我必须要做出选择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你没用，要整个乌孙相信你才行。解忧，你听我说，你还年轻，等这谣言过去以后，你还可以再生。我真没想到，这样的话，居然还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。我以为我嫁给了整个乌孙最顶天立地的男人，谁知道这个人竟然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保护不了，是吗？是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我是乌孙的昆弥，可我现在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。
我要是平常人家的汉子，就算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要保护我自己的孩子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你忍心杀掉自己亲生的孩子。你听我说，这事儿我决定了，但是我不会逼你。我只能从另一头断了这个谣言。你知不知道，温归也是这场谣言里的受害者？可我必须要做出牺牲。我只想你明白，有些事情不能两全。去吧，去吧。为了林峰，为了所有的人，为了你自己。哎，姑娘不能进！哎，王贵将军不见客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殿下。哎，姑娘请回吧。殿下，殿下，阿彩求见。哎，姑娘请回吧。殿下，阿彩求见。别拦着我，殿下。阿彩，怎么了？让他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嗯，哎，这到底怎么了？把你急成这样？殿下，你有危险了，快走吧。我有什么危险？今天昆明去找公主了，他逼着公主。逼着公主干嘛？他逼着公主把孩子打掉。为什么呀？我听说昆明这不是针对公主，而是趁机要处置你。处置我？殿下，你想啊，昆明要公主打掉孩子，就是怀疑孩子的生父不是自己，那就是在怀疑你啊。殿下，我求你了，你快走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阿彩，虽然不知道你这话从哪儿听来的，不过如果真是这样，倒是一件好事情。好事？要是我这颗脑袋能够保解忧的平安，我这就提了他去见昆明。哎，殿下！鱼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先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费了。昆明，温归殿下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跟他说我政务繁忙，不见他。温归殿下说，若是见不到昆明，他就不离开。他这是又要胡闹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喂。王兄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是有什么紧急军情要报吗？我今天来找王兄，不谈军事政务。听说我要当叔父了，我在想给这孩子送点什么礼物好，又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想来找王兄商量。你说我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好呢？啊？这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我是孩子的叔父，我不操心谁操心？这个孩子，他不会出生了。王兄，难道你真要像传言中那样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？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就为了那些市井流言？不，是为了吴孙的血脉。王兄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，一个男人对外要能打有担当，对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妻儿。你自己说的话，难道你忘了吗？
我当然没忘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保护他们，总比这个孩子出生以后，在背后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好。你是乌孙的昆明，只要你下一道令，论王子身世者斩，我看还有谁敢胡说八道？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这么做，是可以堵住别人的嘴，可堵不住人的心。是。论心机计谋，我不如你。可是若换了是我拼了自己的命也会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孩子。够了！你跑到这里来指责我的家庭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更何况，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去责问你，你都跑来先责问我。王兄想知道什么，尽管问好了。还需要问吗？流言都传成这样了，你宁可选择相信那些流言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兄弟妻子。就为了那些流言，你要亲手杀死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？我也不想这么做，我也想保住这个孩子。为了这件事，我绞尽脑汁。可是现在王庭上下，包括太后，都不同意这么做。你以为这些事儿你没责任吗？要不是因为你这些言行，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若是温归有错，王兄尽管责罚温归好了。晚了。木哈兹，木哈兹，昆明，八姑给右夫人准备的打胎药给她送过去，10日之内必须服下，否则她将与温归以通奸罪处置。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！这事已经定了，不能更改。右夫人，昆明的旨意，这碗药10日之内，夫人必须喝完，否则就按照私通温归的罪名论罪。这是干什么？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昆明居然自己不露面，让你来送一碗药，这什么意思？怀天杀，我刚才所说的全部内容就是昆明的旨意，昆明不会。岂有此理！你们这简直是灭世大汉！够了。穆哈兹只是来传达昆明的旨意，不要难为他。右夫人说的是，如果没别的吩咐，穆哈兹退下。退下吧。公主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自作聪明，非让公主隐瞒此事，就不会给那些想害你的人可乘之机。都是我的错，请公主降罪。你跪着有什么用啊？现在的问题是，这碗药怎么办？也许过几天昆明就消气了呢。对，公主，这碗药你先别碰，明日一早，我就以大汉特使的身份去面见昆明，我会逼他收回成命。万万使不得！这个时候激怒昆明，不但救不了我的孩子，还会连累温归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一定要救我的孩子。错了，看来你还觉得自己错得不够远，居然又追到这儿来了。我就是觉得自己错得太远了。我原本以为只要胸怀坦荡，
怎么横冲直撞都没错，可是没想到害了你，害了无辜的孩子。你知道我这辈子做的最少的事情就是后悔。可是这一次，我真的后悔。如果要后悔，就应该后悔当初实在不应该躲进我的箱子。如果有再一次的机会，我宁可被乱刀砍死，也不会躲进那个箱子。如果真的可以重来，我还是会救你的。我今天来这里，就是要做最后一件让自己后悔的事。你什么意思？明天我就会去找昆弥认罪，请他消去我的爵位，罚我去深山守卫，再也不回来。你放心，以我今天把他气成这个样子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那些背后捣鬼的人就赢了。昆弥他一直在提防我，所以他才会被人利用。我走了，他就放心了，以后也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你真是个胆小鬼，闯了祸就想要逃避。我不是在逃避，我这是为了保护你。你就是在逃避。前几日谁挥着拳头说要揍这个揍那个的，如今真出事了，你就害怕了？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打架杀人都不在话下。我唯一害怕的是怕会伤害到你。你已经伤害我了，现在你应该想怎么补救。怎么补救？留下来跟我一起，跟那些坏人斗下去。你走了，这乌孙王庭，我还有谁可以依靠？我还可以相信谁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告别的。我们道了多少次别了，数也数不清，没有一次真的做到。我想这也许就是上天的旨意，他要让你留在我身边，一直守着我，护着我。我还剩10天了，我恳请你留下来，跟我一起面对。李广利，末将在。此次出征，关系到我大汉子西域的威望，许胜，不许败。记住。末将铭记在心，不获全胜，绝不本事。路过乌孙，提阵看望一下解忧公主。诺。好。吉时已到，大军出发。遵旨。大人，一封敦煌来的书信。公主，得救了！什么得救了？孩子得救了。可否有什么消息？公主，请看，李广利率大军征讨大渊，现在已过敦煌。要不了几日，便可抵达乌孙。我朝大军已到，看谁还敢逼迫公主！太好了，公主，这简直就是神明保佑啊！
你怎么了？怎么还是不高兴？是福是祸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大汉皇帝派了使臣，带着黄金前去大渊买天马。可大渊王见财起意，杀了使臣。这是怎么呀？这现在大汉率了军队，要讨伐大渊国。昆明，老臣觉得大渊王误寡，贪图钱财，不计后果，那是自讨苦吃。我乌孙与汉朝多年交好，没什么好紧张的，等待战争的结果就是了。孤本来也以为可以只身失败啊，可是大汉的李广利将军刚刚送来书信，说要向我们乌孙借道。奎明，这事儿万万不能答应啊！我乌孙在大渊的东北，汉军从敦煌出发，直奔大渊。借道乌孙明显是没安好心。咱们自己打开城门，成千上万的汉军进来，我们就是任人宰割呀！侯爷说的也太吓人了吧！汉军借道乌孙，无非为的就是补充给养，能够一举拿下大渊。为什么要加害我们乌孙呢？大陆都没见过这个李广利，怎么能看穿汉军的心思呢？你请大陆不要拿乌孙上下的安危去打他。奎明，小侯有个办法，可以两全其美。哦，你说说看。回信李广利，就说兵贵神速，为了不耽误汉军的战机，咱们把补养集资放在途中，请汉军直奔大渊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我看这不是个办法。昆明，依我看来，常山西侯这个办法看起来两全其美，实际上是愚人愚己，愚蠢至极。这样才是在拿乌孙的前途做赌注啊！那左大将，您倒是出个办法呀？道理很简单，就好像是有朋友不远千里来找你，说要在你家借宿一宿，可是你却说别来我们家住，我把干粮给你放半道上，你吃完就走。请问你会把这样的朋友当朋友吗？双方之间的往来，怎么能和平民百姓一样呢？道理到哪儿都一样，你怎么对人家，人家就怎么对你。汉朝拿不拿我们当朋友，还得看我们自己了。昆明，温圭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其实我们跟汉朝之间要相互信任，这样的话，乌孙才能得利。如果相互猜忌，那吃亏的一定是乌孙。我看这样吧，借道一事还是应允了大汉，但是他们的军队只能在城外驻扎，不能进赤谷城，这样也显示我乌孙的诚意。好，这事儿就交给温圭去督办。喂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各位回去看好自己的手下，让他们不要胡言乱语，随意非议汉军的来意。喂，退下吧。常山拜见左夫人。侯爷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，万一被昆明撞见多不好。啊，夫人请息怒，我是有要紧事要和你说。说。汉朝要借乌孙攻打大渊，昆明已经答应了。汉军要来赤谷啊！我们费了那么多心思，为何昆明还是要拉拢汉军呢？是啊，你说这解忧这时候正被逼着拿掉孩子呢，这汉军一到，他会怎么做呀？当然是仗着娘家的势力保住孩子。夫人，咱先不说这孩子能不能保住，咱就说汉朝的将军要把这事儿告诉皇帝，那乌孙和汉朝的结盟就算完了，到时候得利的会是谁呢？
你一早就是这么打算的吧？夫人多心了，小侯是处处为匈奴跟乌孙考虑。当务之急是把汉朝借道乌孙攻打大渊的消息告诉单于，还请夫人多多留意昆弥的一举一动，这样咱们才能随机应变呀。有一件事情，希望侯爷谨记。夫人请讲。不可以对乌孙不利。夫人的意思，小侯明白了。小侯一直以为，单于和昆弥在夫人的心里同样重要。我当然效忠于义父，可昆弥是我的男人，我不希望。女人嘛，谁会不爱自己天天侍奉的男人呢？更何况夫人侍奉的是昆弥，只是小侯不希望看到夫人的爱付之东流。你的意思是，昆弥只爱解忧？昆弥好像也不爱解忧。那他爱谁？他爱的不是哪个人，是权力。权力？谁能给昆弥权力，谁能巩固他的权力，他就爱谁。左夫人，您为什么现在是左夫人，解忧是右夫人？就因为匈奴能让乌孙稳定强大。如果有一天匈奴衰弱了，那右夫人说不定就变成左夫人了。所以小侯恳请左夫人三思。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权力的游戏而已，而左夫人的爱跟匈奴和乌孙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。小侯告辞了。你可没看到啊！我当时那一番慷慨陈词，完了之后他们的反应，看把你得意的。我不是得意，我是高兴啊！这汉军一来，你这孩子就保住了。你真觉得昆弥给汉军让路，是因为你话说得漂亮？说到底，他还是害怕汉军的威严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去跟昆弥谈条件，那不是要挟他吗？那他怎么跟我们还有亲近之情？我还怎么做这个和亲公主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不要管这些，先把孩子保住再说？为了孩子更不能这么做。一个父亲不情愿生下来的孩子，将来会受多少苦，可想而知。我在市井人家长大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：靠娘家的权势压住自己的丈夫，无疑是在家里埋下祸根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越是在这种时候，越要听昆弥的话，尊敬他，用情用理让他相信我，让他怜爱这个孩子，而不是让他害怕。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在想，什么时候你可以放这么多心思在我身上？我现在的心思全都在孩子身上，我只希望他健康的长大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马上就要当叔父了？别再让我为你操心了。赶快走吧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。一会儿昆弥来撞见你，怕是又生枝节。那我不送了。
将军，前方就是赤谷城。将军，前方那些旗子就是迎接咱们的。不要小看这些蛮夷小国，陛下叮嘱我，得乌孙者得西域。现在开始，打起精神，别扫了大汉的威风。诺。走，撤，撤。末将2师将军李广利参见昆弥。将军一路车马劳顿，辛苦了。不足挂齿。末将要感谢昆弥仗义借道，我大军能好生休息补给，更是稳操胜券。将军率正义之师来讨伐奸佞，岂有不赢之理？早就听说李将军乃名门之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气宇轩昂，有大将之风啊！昆弥过奖了。李某只想报效皇上，打胜仗。昆弥，你可还记得张骞？当然记得。我记得10年前张骞到乌孙的时候，也像将军这样风尘仆仆。要不是有他出使西域，乌孙和大汉也不会有今天如此深厚的情谊。昆弥说的是啊，张骞回到汉地之后，绘制了一本《西域全图》，祖国的山河地貌、河流走向，都在上面。哦，那这图岂不是无价之宝？以后开荒征战，也都事半功倍了。我乌孙愿出1000金购买此图。既然是多年情谊，哪还需要金银呢？李舵，诺。昆弥，请看，此图就是当年张骞亲手绘制的《西域全图》的副本。此次皇帝陛下特意让我带来作为礼物，赠予昆弥。愿大汉与乌孙世代交好，西域永远安宁。没想到皇帝陛下如此慷慨，将军回去之后一定要替我表达谢意。陛下早就有言在先，大汉与乌孙是兄弟，兄弟之间不谈感谢。既然如此，皇帝陛下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。乌孙虽小，但一定不惜余力。陛下还真有一个小忙，想请昆弥帮忙，希望您不会为难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就小看我军须弥了。今天在场的各位都可以见证，皇帝陛下有什么话，将军就说，我乌孙绝无二话。昆弥真乃豪迈英雄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陛下说，此次出兵大渊，想让乌孙派遣一支军队予以协助。将军真乃是大将之才啊！刚到乌孙就心系战事，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李将军，先去驻地安顿下来。至于政务啊，咱们这几天慢慢商谈，如何？既然昆弥这样说，就听从昆弥的安排。哎，请。木哈兹，收起来。受到左大将这样的安排还不满意，这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我们是以诚待人，结果是引狼入室。大渊几十年来都是匈奴的附属地，乌孙出兵，就等于和匈奴开战呢。宣战又如何？不善罢甘休又如何？匈奴欺负我们这么多年，眼下依靠汉军，正好打个翻身仗，省得到时候匈奴再问我们要牛羊要草，又麻烦常山你出面送人情啊。就算打得了翻身仗，那也是一时的，过后汉军拍拍屁股走了，那匈奴找谁报仇呢？汉朝是在拿咱们当挡箭牌啊！
要说得罪匈奴，我们和汉朝交好，早就已经得罪匈奴了。如今正是因为有汉朝在背后，匈奴才有所忌惮。昆明，若是在这个时候犹豫不决，得罪了汉朝，那乌孙才是真的孤立无援了。昆明，李广利副将赵使成求见。快让他进来。末将赵使成参见昆明。将军来此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是不是军中有什么需要？不，军营里一应俱全。将军让我来向昆明道谢。只是将军说，既然来到乌孙，应当先拜见解忧公主，否则失礼就是罪啊。确实，这事儿理所应当。不过，公主这几天偶感风寒，不能外出走动，所以可能还要请将军再等几天。公主病了。殿下，这么巧啊，人都在呢。我朝大军已到，我们现在正在跟公主商量，见到李将军以后该说些什么。不必白费心思了，昆明已经跟李将军说，公主病了，不让见面。什么？说公主病了，这不睁眼说瞎话呢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送信去给李将军，这次无论如何要让公主见到他。我也去。可是城门已经关了，根本出不去啊。确实出不去。昆明还下了命令，派人严防，任何人不许跟城外的汉军接触。别说你们了，我都出不去。好，那我一个人去。这次貌似我也要试一试。不行，昆明这样做，防的就是我们，尤其是你们几个。公主，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军离去啊！现在只有见到李将军，让他逼昆明收回成命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可以见到李将军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奉乌孙右夫人之命，送这些酒慰劳城外的汉军，谁敢阻拦？我敢阻拦。你是什么？安索克，乌孙的右大将，刚刚戍边回来，特被昆明派来看守这个城门。你是谁？我是侍奉解忧公主的汉使怀天沙。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也不想想，为什么昆明派我来镇守城门，就是防止你们跟城外的汉军接触。有我在，你们谁也别想过去。那我就告诉你。今天就算是昆明亲自在守城，我还是要出去。够狂的呀！有本事就试试看。正要领教。哎，两位将军，等一下，手下留情。手下留情，听我说两句。这位公子又是谁啊？啊，我就是一个小商贩，刚进了一批好酒呢，就被右夫人买下，赏给过路的汉军。如果右大将以后想买个油盐酱醋，可以找我逢聊。伶牙俐齿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哦，我想说的是，这时候正是大汉和乌孙情谊深重的时候，你们俩这时候打起来，不是给昆明和右夫人难堪吗？是，昆明呢是下令说不许我们接触汉军，但也没说不许右夫人去慰劳汉军啊。你想啊。家乡来了几万子弟兵，我们解忧公主能不表示一下心意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只送酒，不见人？对，我们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把酒给您，您帮我们送进去就行了。好，我替你们送酒。不过，既然酒替你们送了，姑娘，露个真容我瞧瞧吧。
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爽的人。这右大将自以为聪明，殊不知我冯辽吃定他了。凭什么这么说呀？眼神呢？眼神？什么眼神？我没看出来。是，你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你能看出什么眼神啊？就像个木头一样。木头？哎，不是木头，木头有时候还是软的呢，你就跟石头一样。哼。公主赐酒，分给将士，一定会鼓舞士气。不错，咱们3个先喝上一碗，向公主谢赏。将军说的是，谢公主赐酒，谢公主赐酒。哎，将军，我说这是蛮夷之地，你看酒单上的字儿都写错了。这不是个酒字，将军，这是个岁字。岁，酒字写成岁，难道是公主故意为之？将军，坛里有字，什么字？见公主。公主不是病了吗？这里面大有文章啊！赵世成在，你马上去点50精兵。诺。李多，你去找2个军医过来。诺。我倒要问问昆明，公主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禀昆明，李广利等人在门外等着要见昆明，说是要给右夫人治病，恐怕慌是吧？让他进来吧。请李广利将军。拜见昆明。李将军，有什么事情还要让你亲自跑一趟？派人来不就行了吗？无妨。末将想到公主被病痛折磨，就坐立难安。想到我军中优秀军医这么多，理应带他们过来给公主诊治，所以事不宜迟，就匆忙赶过来了。现在劳烦昆明请公主来此。嗨，公主得的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只是受了风寒而已。我不让她出来，是怕她再次受风。她现在需要的呢是静养，要劳烦将军再等上几日。这我就不太明白了。如果病重到不能出来见人，那一定更需要诊治了。倘若并无大碍，那末将就应该去参拜。这既不严重，又不能见人的病，末将实在是想不出来。将军这话像是不相信我呀。哦，岂敢！末将只是担心公主的病。昆明不是外人，末将就实话实说了。此次前来，我大汉皇帝陛下让我带口谕给公主，若是不能及时告诉公主，末将就是抗旨，到时候脑袋不保，还请昆明救命。既然如此，穆哈兹，去把右夫人请来。昆明，快去。
右夫人到。末将二师将军李广利拜见公主。将军请起。公主真的病了？偶有风寒，不碍事的。啊，末将打扰公主休息了，末将有罪。什么罪不罪的？本来想好好休息2天，身体有所好转，再去看你，省得你看见我病殃殃的回去以后，让陛下担心。啊，公主，末将带来了军医来替公主诊治。不必了，昆明请了很好的太医为我诊治，这几日服了一些药物，已经明显有所好转。平日里昆明对我的饮食起居也颇为照顾，我很少生病，是吧，昆明？啊，是。李将军，别怪我娇气，也不要埋怨昆明。啊，末将不敢。陛下口谕，请公主保重身体。如果饮食起居有什么用的不习惯的，请尽管告知末将，末将会联络敦煌驻军，马上送过来。啊，如果公主现在想不起来，过后可以派人到我的大营。陛下如此关心解忧，解忧万死不能报答，请将军回禀陛下，昆弥对解忧呵护备至，解忧已十分喜欢这里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从汉地送来。诺，末将会如实禀告。公主殿下在这里一切安好。末将要感谢昆弥如此照顾公主，将来一定会如实禀告圣上。嗨，谈什么感谢？她现在是我乌孙的右夫人，要说照顾，那是理应的。将军，此时此刻，真想跟你多聊一些家乡的事情，只可惜解忧身体还有一些虚弱，过几日我们再聊。啊，诺。末将打扰公主休息了，请公主保重身体，好生休息。末将实在冒昧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将军好生歇息，解忧一切安好。莫哈兹，去给我送送李将军。喂。你们也都下去吧。喂。解忧，你别走，过来。陪姑聊会儿。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还记恨着我。刚才我以为你会好好的在李将军面前告我一状的，没想到……我真想好好告你一状。只可惜我现在是乌孙的右夫人，要告状，也应该是跟太后告，而不是跟李将军。那你心里到底记不记恨我呢？你让我打掉孩子，我自然是恨你。但是恨归恨，你终究是我的夫君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如果把家事在朝堂之上跟李将军说，那岂不是因为家事而坏了国事？那我岂不是罪上加罪？没想到你会这么想。是啊，这世上没有想到的事情真是多啊。我现在是你的女人，
我理当如此。看来我军须弥还娶对女人喽。你既然说你是我的女人，那好，现在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。刚才李将军让我发兵助的，这个兵我到底要不要派呢？自然是要派。你刚才还说你是我的女人，要为我着想呢。派兵才是救乌孙于水火之中。昆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汉军派了多少人马？光骑兵就6000，步兵数万。就兵力而言，拿下大渊城绰绰有余。可汉帝为何还要你派兵？汉帝是想看你与大汉结盟的心意，这是他对你的一次试探。这事我早就知道，可是大汉远在天边，匈奴可是近在眼前了。昆弥既然觉得匈奴这么厉害，那为什么不想办法与匈奴结为盟友呢？你真这么想？可是匈奴从来不需要盟友，他只需要奴隶。汉帝和匈奴的大单于都有野心，匈奴的野心在于统治西域，而汉帝则是希望长治久安。与汉结盟，乌孙就能雄霸西域。可是受匈奴的威胁，乌孙就只能苟且偷生。你笑什么？我笑，如果你是个男的该多好。到时候姑就没有王储之忧了。等姑死了，把昆弥之位传给你，你一定做得比姑好。我才不要做昆弥呢！做了昆弥就只能咒自己的女人生病。唉，好了，夫人刚才那些话确实让我茅塞顿开。你就没有什么事要求我吗？并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哎，什么？你没说呀？当着李广利求情的机会你不要，昆弥让你求他的机会你也不要，你想要什么呀？哎，公主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想让昆弥知道你的胸怀和大度，但是有些事，自己的事必须要自己去争取。你越是忍让，他们就越得寸进尺。如果只能逼迫他、恳请他，才能把这个孩子留下来，那将来这个孩子不知道会遭受多少凶险。我希望昆弥能打心眼里，主动把这个孩子留下来。可是这么做有把握吗？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就这样吧，乌孙派出精兵，协助大汉讨伐大渊。昆弥，这事儿可不能轻率啊！孤意已决，就这么定了。昆弥，我愿带兵出征，让汉军，让大渊看看我乌孙将士的威风。昆弥，温贵不能领命。父亲，为何？相国这么说，是对你儿子没有信心吗？昆弥，正因为他是我的儿子，我才最了解他。他平时争强好胜惯了，明明自己的身体还没有痊愈，非要到前线去逞强。哦，温贵，你的伤还没有好啊？回昆弥，我的伤早就恢复好了。你的伤势我还不清楚，你自己战死也就算了，不要拖累了我们乌孙那么多将士。温贵，你父亲说的对，什么事情都不能逞强。是。大陆，你可有合适的人选推荐？臣以为右大将智勇双全，可以领兵。但是右大将要掌管赤谷城凡务，不能离开。云谷特的弟弟纳林羽侯，虽然年轻，但十分骁勇，
那好，我看就由他领兵吧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那林雨侯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他就读过2本兵书，你让他去带兵，你怎么不让小乌去啊？父亲，我跟您说话呢。之前派他去当戍边大将，边境上校的将士没有一个服他的。这次你居然主动提出让他去带兵，父亲，您究竟是酒喝多了，还是糊涂了？你呀，有时候挺聪明，有时候傻得不行。乌孙出兵大渊，你在这时候争着抢着上阵，将来匈奴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。从小到大，您可从来没教过我胆小怕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哪里是胆小怕事啊！安静下来，好好的用脑子想一想。解忧怀孕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昆明对你有多忌惮？这个时候，你抢着出风头，你是自找苦吃。我每天都在妓院里花天酒地，他还要忌惮我，我能怎么办？这一仗说小关系到解忧个人安危，说大了关系到乌孙国运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要去。站住！站住！夫人，家乡那边送来1盒胭脂。下去吧。喂。为我所用，说的倒是轻巧。国相，打扰右夫人了，实在唐突。什么事情那么着急？如果不是事情紧急，绝不会冒昧前来。国相不必多礼，有什么事情直接说。这件事情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你能够帮到老臣。左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，过来看看你啊。这么多好东西啊！是我弟弟纳林雨侯，他被昆明选中，要带兵出征，这些都是赏赐。那孩子说用不着，所以都送过来了。你快看看，有没有喜欢的，就拿回去吧。我不用，自己留着。只是，怎么了，妹妹？我呀，就是见不得那些欺负老实人的。这话我听不懂啊，谁被欺负了？你的弟弟纳林雨侯。妹妹，你想错了吧？我弟弟刚被封了将军，就要带兵出征了。就是因为这个将军，把你弟弟害苦了。这怎么会呢？你没有听说吗？原本这个将军呢是温归抢着想要去的，可是被大陆拦下来了，这才轮到你弟弟的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因为温归受伤了嘛。要不我说你们姐弟俩都太单纯了。温归都受伤多久了？怎么可能还没好呢？那大陆为什么要说他还没有痊愈呢？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干这苦差事，所以拒绝了。苦差事？
带兵出征，这可是风光的事啊！况且这一次是去协助汉军，不会有什么闪失的。就是因为协助汉军，你想想，这仗要是打胜了，那是汉军的功劳；要失败了，就是协军不利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胜败，只要汉军一走，匈奴立刻就要捉拿领军之人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难道这也是我父王告诉我的？我父王还说，要是不杀一儆百，以后谁都可以对抗匈奴了。我是念在我们姐妹情深，我才告诉你的。妹妹，我的好妹妹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可一定要替我想想办法呀！我已经没有了我的孩子，我可一定不能再失去我的弟弟了。我知道，好歹我也是单于的义女，帮你说几句话还是可以的。只是以后你要听我的安排，否则我就说不上话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跟弟弟一定什么都听你的。明天就是昆弥给你1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，你怎么还会有闲心思来我这儿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我今天来找你，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领兵的事。是我父亲让你来的，还是王兄让你来的？我自己要来的，我为你而来。让一个绣花枕头领兵打仗，还说是为了我，解忧你怎么不为自己想想？你知道这一仗有多重要吗？只有打赢了，才能保住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你让汉军借道，又力举出兵，昆明对你的戒心一直就没有放下。这个时候你抢立战功，又手握兵权，他除了不安还有什么办法？这种不安对你不利，对我的孩子也不利。难道就什么都不做，等着喝那碗药吗？我解忧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我相信昆明能够看见我做的一切。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只需要交给他去做。启奏大单于，刚刚收到胡姑密信，汉军明日即将从赤谷出发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还请大单于定夺。你只带贴身随从，即可出发，在汉军之前赶到大渊，告诉大渊王，叫他死守城池，不要交战。我匈奴会做他的后盾。可是汉军数量庞大，大单于要不要派一重兵？哼，重兵？你真以为我要跟汉军正面交战？汉军他们人多，又有吴孙做后援，我才不会为了小小的大渊舍出自己的老本来。那大单于让我一个人去时，我让你去，是让吴孙坚守。一旦汉军被拖住，到那时，我就可以来个以逸待劳，说不定还可以捡个大便宜呢。公主，李将军的大军即将离开。怀大哥，我思前想后，虽然李将军善战，但是毕竟第一次深入西域，我怕他不熟悉水土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你随他一起去吧。公主想得周全。怀天杀听令，保证地形水土不出问题。哼，有人在吹牛啊！才在西域走过几次，就熟悉什么地形水土啊？公主要派也应该派我去啊！你去像什么话呀？哪有女人上前线的？你看我这装扮像女人吗？像不像？那你是不是？你好了好了，冯辽常年在西域活动，地形他也熟悉，要不然你们俩一同去吧。啊？公主，这要是让李将军发现了，怪罪下来，我可保不了他。
谁保谁还不一定呢。你就嘴上能说，怎么着？什么怎么着？好了，冯辽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把他平安带回来。啊。公主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放心不下。我知道。公主，汉军马上就要走了，就没有人替你做主了。是啊，而且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万一昆明不来呢？昆明怎么还不来呢？我都等不及了。解忧，快到午夜了。阿彩，去把昆明赐给我的药端过来。解忧，端过来。昆明。你在祈祷什么？回昆明，我在祈祷联军旗开得胜。你就没有祈祷我来，或者祈祷我收回成命？没有，这两件事情都不归神明管，都是您的权利。可你到最后也没来求我呀？对，因为我知道乌孙的昆迷是不会因为女人的眼泪而改变她的决定的。我之所以等到现在，并不是因为我心存侥幸，我只是想跟这个孩子多待一会儿，哪怕就一会儿。我知道，现在是我遵从昆迷旨意的时候。等等。我军须弥是乌孙昆迷，说出的话绝对不会收回。这药你必须得喝。不过呢，不是这碗，而是这碗。安胎药，趁热喝了吧。哎，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你明白，太后也好，我也好，没有人想害你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家事和乌孙之事无法两全。那你现在就信我了吗？我信。我珍惜这孩子，不光是因为他是我的骨肉，还因为他是你的。我爱的女人呢？
把药喝了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我在外面守了半夜，昆明果然去了右夫人的住处。昆明在里面说什么了？离得太远，听不清楚。那他最后出来没有？没有，像是留在了右夫人那儿。那孩子就是留下了。刘解忧，给我等着！将军，将军，咱们部队行进的速度太快了，这样会离纳林羽侯的资助部队越来越远的。我们带了数日的粮食和水，怕什么？将军，怕的是万一纳林羽侯的部队迟迟跟不上来，那咱们的粮草就会成问题啊！不如先撤回行营吧。将军，我的部下冯辽已经装扮成商人，前往大渊打探消息，等他回来再做打算也不迟。化妆成商人，兵贵神速，大军行动岂能等他的消息？放心，本将军自有准备。将军，将军，前方就是玉城，玉城是大渊的帮凶，汉时就是在那儿遇害的。将军，你是想攻打玉城？不错，玉城这个小地方富庶得很呐，里面的粮草供应足够大军迁徙，这样就可以一举踏平大渊。走，这。将军，我的部下刚刚告诉我，说大渊现在已经封锁城池，一边在挖掘壕沟，一边在将城墙加高于数米。看这样子，是要准备久战。将军，倘若如此，这是最不利的状况。我军人数众多，粮草消耗太大，久战必须确保补给。要不等纳林羽侯跟上，哼！大渊以为把城墙加高丈余，就能挡住我几万大军？哼！这玉城都已经望风而逃了，大渊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兵临城下，自然就会投降。非但不能停，还要趁着这股士气，加快行军速度，尽快抵达大渊。将军，还是没能攻下城门，这帮大渊人太下功夫了，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啊！将军，再这样下去，粮食难以为继。若再得不到补给的话，恐怕军心会动摇啊！这个纳林羽侯，押送补给押送到哪里去了？传令，暂停工程，再去取纳林羽侯的粮草。诺，快去！这天天喝粥，还怎么打仗啊？就是啊，都好几天没有吃饱饭了。哎，这是要饿死人的。做好的烤牛肉，哼。李多，将军，外面是什么人在吵闹？
都是些没有发到粮食的士兵，难免会有些抱怨。谁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一律抓起来斩！不可，将军。士兵们已经怨声载道，再加上制裁的话，弄出个兵变不得了啊！现在只能盼望粮食快些运到，否则的话……还有什么问题？退下。妹妹呀，那林雨侯又送信来了。他说已经推了好几天了，一粒粮食都没有往前线送去。再这样耽搁下去，我怕他的罪名就担不起了。哎呀，夫人，您这有什么担不起的？出了天大的事儿，吃败仗掉脑袋的，那都是汉军。那林雨侯最多也就被降官职，总比掉脑袋强吧？你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你呀，就给那林雨侯写封信，告诉他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拖住，不能给粮食。否则，要是让大单于知道，在紧要关头是那林雨侯救了汉军，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。是，我都听妹妹的。报，加急的信。下去吧。喂喂。解忧，外面风大，你怎么不喝完药就出来了？外面空气多好啊，出来透口气。易硕说了，你得多休息，不然这风寒哪天才能好啊？风寒不碍事的，要不是怀孕的话，我连药都不想喝呢。那你等我，我去把药和披风拿出来。谁呀？西女。是我啊，怕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吗？我很好，就是受了一点风寒。药，你放心，我每天都在喝，不碍事的。公主，冯辽，你怎么了？前线告急，大渊城久攻不下，那林雨侯粮草迟迟不到，我们……哎，阿才，冯辽，阿才，
快喝了。李将军求功心切，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。粮草的事情我可以解决，我堂堂大汉和亲公主，岂能让我大汉的将士饿了肚子？可是这打仗的事情，我一点都不懂。都怪这个李广利，要是让温圭殿下去当这个大将军，肯定早就打赢了。阿彩说的对，温圭在西域带兵多年，他比较了解情况。你去把温圭请过来。喂。左夫人，听说大渊前线吃紧，冯辽赶忙去找解忧班救兵了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。我就知道汉军都是草包，还没等匈奴出手，就溃不成军了。只要汉军败了，那解忧在乌孙的地位就保不住了。你盯紧温圭，现在他们的救星只有温圭。夫人说的没错，咱们不能让温圭去前线帮助汉军。温圭，想得美！公主，那粮草的事，你马上去赤谷城所有的粮铺，见粮就收。买粮？对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去求昏迷，就算汉军打赢了胜仗，也颜面尽失。可是，一下子买这么多粮，哪来的钱啊？我出嫁乌孙的时候，汉帝赏了我很多金银珠宝。公主，使不得，那是你的嫁妆，变卖是有罪的。现在国家需要，把这些钱拿出来救国，比穿戴在身上强过100倍。此事事关紧急，一刻都不能耽误，拜托你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温圭叩见昆弥，起来吧。谢昆弥，有急事要与你商议。可是大渊的战士，左大将就不要操心大渊的战士了，那是汉军的事。眼下还是多想想咱们乌孙自己的事儿吧。谁说大渊的战士就不是我们乌孙自己的事了？那不是还有那林雨侯带着那么多将士在那边吗？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长山西侯，赶紧把楼兰的事情告诉他。是。左大将，楼兰王安圭今天派人送来口信，说楼兰东南部有暴军造反，他恳请昆弥即刻出兵平定叛乱。这件事情会不会太巧了？大渊前线吃紧，这楼兰就暴民叛乱了。这的确是楼兰王刚刚派人送来的信，这件事儿非由你去办不可。你赶紧点些精兵，即刻出发，帮楼兰平乱。王兄，可不是我抗旨不遵，我只是觉得此事实在蹊跷啊。这楼兰一向是匈奴的属地，出了事情他们不去向匈奴求救，却问我们乌孙要兵，这是为何？这正显示楼兰王的诚意啊！楼兰是匈奴的属地不假，眼下来求乌孙，这正彰显我们乌孙的实力日渐强大。就为了一个强大的虚名，放着我们乌孙的将士不管，去管那楼兰小事？温圭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大渊那边我已经派了纳林雨侯前去助阵，这场仗是胜是负与我们乌孙无关，是大汉自己的责任。但是楼兰那边就不同，楼兰王第一次向我开口求救，如若我们置之不理，那在西域将会留下见死不救的骂名。昆弥说的在理，在西域，大家像兄弟一样互相扶持，如果留下不好的名声，那我们乌孙的脸面该往哪儿放啊？可是王兄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常山的话就是我的话，难道你要姑亲自带兵去平乱不成？蒙圭不敢。那好，赶紧出发吧。是，王兄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既然事关乌孙颜面，温圭不敢有半点马虎，还请王兄再宽限几天，让我认真打点，以免再出什么疏漏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们下去吧。喂。
什么？派你去楼兰？是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匈奴怕你去帮大渊的汉军，故意这样安排的。我也这么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会先去大渊。不行，你这是违抗王命，是欺骗昆明，是天大的罪过。如果我不去，汉军就危在旦夕。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虽然大渊的军情让我担忧，但不至于你这么冒险。就算你打了胜仗，昆明能原谅你吗？他一定会责罚你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我去找昆明吧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解忧给昆明请安。你不在宫中安胎休息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昆明，解忧有一事相求。是为了汉军之事，来告那林雨侯的状吧？现在汉军军情危急，我需要昆明的支持。你开口求我，我自然不会回绝。但是现在，雇一半的军队派给那林雨侯去大渊，另一半派去了楼兰平乱，我已经无兵可派了。我知道昆明的难处，所以我这次不是跟你要兵。那你要什么？要将。将？对。现在大渊军情危急，靠士兵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而且这里离大渊还有一段距离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解忧以为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出一名熟悉大渊的战将，火速赶往前线，才是对汉军最大的支持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谢昆明。我派右大将前去如何？右大将？他可是我乌孙第一猛将。右大将自然是战功赫赫，可是还是应该派一位可以威慑四方的战将。威慑四方的战将，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要说这威慑四方，莫过于昆明。你让姑亲征？解忧不敢。解忧知道，乌孙万千大事系于昆明一身，怎敢让你为了大汉而亲征？只是我觉得，温归作为你弟弟，可以借助你的威望，在大渊有一些作为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温归而来，想让他去是吗？昆明，我是大汉和亲公主，现在大汉的汉军在前线情况危急，我自然是万箭穿心，夜不能寐，所以恳请你，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，就让温归去吧。可是我已经派温归去楼兰平乱了，右大将最合适，因为他熟悉大渊的地形和情况，他比温归合适。谢昆明，解忧知道了。那好，你赶紧回去安胎，这才是你要做的事情。解忧告退。昆明，恕我斗胆直言。说。据我所知，右大将未曾去过大渊，倒是温归殿下曾经戍边那一带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就是要看看温归到底是听我的，还是听他的。哎，夫人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冯辽把赤谷城内所有粮店米铺的粮食全都买走了，听说让店家连夜准备，明天一早运送出城。这不明摆着送去大渊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急着来，就是让夫人拿个主意。明日一早，你去城门口守着，不许让他出城。是。其他角落也派人盯着。总之，能耽搁一天是一天。是。粮草晚到一天，他们的胜算就会少一分。小婚明白，夫人早点休息。停下！停下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军爷，我们是商队的，奉右夫人之命，去给前线的战士送些粮草。这是令牌。不行，不让过。为什么不让过？上面有命令，说运送大批粮草的，一律不让过。什么？谁下的命令比右夫人的还大？命令是我下的。是你？哎，你不是卖瓶瓶罐罐的吗？现在改行卖粮草了。你别管我干什么的，我有令牌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过？令牌？啊？你的？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啊？右夫人亲手给我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那你把右夫人找来，就算右夫人来了，没有昆弥之令，我一样不会放你出城。现在大渊那边正在交战，右夫人突然一下运走这么多粮草，万一乌孙有事呢，怎么办呀？哎，干嘛？你就不怕我叫人抓你啊？啊，小姑娘，这大早上的堵住城门干什么呢？哎，于大将军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来，快，他还想拔刀呢，胆子太大了吧？不让他出城，他还想拔刀。拔刀？就他。冯姑娘，怎么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奉右夫人之命去慰问前线的战士，他们不让我过。不让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令牌是假的。这是真的呀！啊，尤大将，咱先不管这令牌是真是假，眼下有战事，他突然间运走这么多粮草，那万一乌孙有事怎么办呀？所以没有昆弥之令，不能放他们出城。这跟昆弥有什么关系啊？右夫人体恤将士，买些粮食慰问他们，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要不说右大将心粗呢，万一这战事连累到乌孙，这粮草不就用上了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人都是白痴啊？真要打起仗来啊，这点粮食哪够啊？再者说，咱们乌孙除了军粮，还有遍地的牛羊和成群的骏马，别说是大渊了，就是匈奴来了，咱们也不怕。开门放人。这没有昆弥之令，不能放人。你是不是忘了，在这赤谷城里，除了温归跟昆弥，所有带刀的人都归我右大将管，我的话就是军令，连我的话都不听，就把你就地正法。将军息怒，我这就去开门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右大将，你糊涂啊！没有昆弥之令，你就敢？常山西侯大人息怒，昆弥要怪罪下来，我担着。谢谢你帮我解围。这么说就见外了啊！其实我今天来啊，是特意为你送行的。送行？你这要运粮去大渊，这一路凶多吉少，我心中挂念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只不过我恳求你帮公主一把。我不能为了右夫人就违抗昆弥的军令，但是作为一个草原的汉子，我愿意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付出一切。昆弥，我也该出发了。大约那边就交给你了。昆弥放心。啊，对了，那林雨侯，你不要靠着他。如果他真有什么事儿做得不妥，回来告诉我，再行定夺。喂。
右大将，殿下，怎么样？一切顺利吧？一切按计划进行，你就放心去吧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嗯。这回我放心多了，毕竟右大将比温圭差很多，他又不了解大渊的地形，大汉这次完了。夫人说的没错，这个右大将表面上看着憨憨傻傻的，倒像是个副将。副将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这个人啊，没立过什么功，也没吃过什么败仗，不偏向匈奴，也不投靠大汉，反而这右大将的位置坐得稳稳的。这人看着表面傻傻的，其实内心精明着呢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可能帮汉军打胜仗？他要真撞了大运，这还说不定呢。哼，在我胡姑这儿就没有说不定的事儿。是，我让他败，他就不可能胜。明天派人追上右大将，警告他放聪明点，少掺和匈奴和大汉的事儿。我现在就派人，马上去大院。等等。既然派人去追，就把冯苗和粮草一起解决。小侯明白，夫人放心。灭不了也得灭！将军，相信我，跟我来，走！左夫人，左夫人，小侯拜见左夫人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喂。怎么样？粮草都烧光了，但温圭出现在了去大渊的路上。什么？小侯猜测他是脱离队伍，违抗王命。那我这就去禀告昆弥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夫人不急，现在即使告诉了昆弥，昆弥也惩罚不了温圭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不如借这个机会，去惩罚一下咱们够得到的人。夫人有你。那我这就去给他送安胎药。撤！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刚才为什么不让我灭火？我还嫌他烧得太慢了呢。什么意思？不赶紧烧光，那些混蛋怎么能赶快离开呢？快到了！这。
是。原来真正的粮草都在这儿呢。将军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那车真的装满粮草，怎么可能烧那么快呢？好个调包计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走官道？冯姑娘厉害，在下佩服。不敢不敢，请将军快速赶往大渊。我们车重人多，速度肯定会慢一点。不过将军请放心，我们从小路过去，很快就会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渊见。大渊城见。撤！兄弟们，装车！夫人，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最近一直在为大渊的战事担忧，所以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你就不用多虑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昆明一定会把一切安排妥当，战事一定会有所扭转的。能这么想就好。你现在要把心思多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啊？知道了。昆明，公主，这是太后送来的补药。哎，我来吧。让阿彩来吧。没关系，还是我来吧。小心烫啊！启禀昆明，常山西侯求见。什么事情啊？都追到这儿来了。他说军情大事刻不容缓。去吧。让他在外面等着。喂。我去就来啊。嗯。怎么了？哎，昆明，有什么事情追到这儿来了？昆明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温圭将军。温圭怎么了？温圭将军在大渊的官道上遭遇劫匪抢粮，他为了保护冯辽的商队，让劫匪给杀了。什么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猢狲商队告诉我的。我一听到消息，马上就来禀告昆明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怎么了？昆明，叫太医，快！去，把这事儿给我调查清楚。喂。将军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恐怕我们的粮草坚持不了几日了。准备集结全部兵马，做最后的总攻。将军，现在我们粮草紧缺，士气低落，如果真的在这个时候总攻的话，没有胜算的。冯辽已经赶回赤谷城求助公主，我想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。怀某恳请将军再耐心多等2日。怀将军，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天了，公主何时才能想出办法来啊？怀大人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将军，乌孙左大将军到。李将军，左大将军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客套。我是奉公主之命前来助你攻破大渊的。公主殿下。是。公主殿下还变卖了自己的嫁妆，筹集了很多粮草，就在路上，相信很快就能到。承蒙公主圣恩。怎么样？回昆明，公主之前连日操劳，身体承受不住，就病了。孩子呢？胎相都很正常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有些虚弱。还不赶紧想办法！臣这就去给公主开安胎药，只是想请昆弥嘱咐公主不要再动气用情，这样太伤身体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
喂。昆明，昆明，怎么了？在去往大渊的官道上，确实有几十辆大车被烧毁。哦，温归呢？没有找到温归殿下的尸首，不过确实有2、3具尸体已经被烧焦，辨认不清是谁。温归这小子，最终还是没有听我的。如果这次他真的有事儿，那也是咎由自取。 死有余辜。昆明，楼兰那边传来消息说，右大将已经带着队伍到了楼兰。什么？这俩小子竟然私底下串通好了来蒙骗我！等他回来，一并处罚。下去吧。阿才，等右夫人醒来，告诉右夫人，让她安心养病，保护好腹中的胎儿。不该她管的事情，不要管。喂。 这不是真的，解药。昆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是不是因为温归殿下的事而伤心啊？我不是因为他的事儿，那是因为温归去了大元国。温将军，他是因为他而去的。 因为解忧，没想到这大渊城的城墙如此坚固，攻了几次都是无功而返。他们倒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。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大渊城中应该是没有水井的。 没有水井，这没有水井，他们靠什么取水？此处常年干旱，他们是靠水渠把水引入城中的。这不可能啊！攻城之前，我们已经把整个城市都查探遍了，并没发现水渠。当然不会让你们那么简单查到，他们一定是悄悄做过掩饰，把这渠变成了暗渠。难怪没有发现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 一条水渠应该是从城北引入，另外一条应该是从西北角引入城中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人去查。只要堵住了他们的水渠，我看他们还能坚持得了几日。将军，冯辽姑娘带着粮草到了。冯辽到了，太好了！传我的令，今天晚上大宴三军。喂。 各位，这大渊城现在是指日可破了。来，大家一起吃了这碗酒。来，干！这次多亏了你了，多谢。别那么矫情，喝。好，我敬你。这次你让我刮目相看了。 是吗？那以前怎么看我啊？无利不起早的商人。那现在呢？
你有大义在胸了。那你可看错了。我看错了。那你几次往返大渊与赤谷之间，不顾生死，不辞辛劳，这是为什么？可能是为了人吧。人？可能是为了喜欢的人。别问我，问问你吧。你这么不辞劳苦、不顾生死的，为了谁啊？我当然是为了当今的皇帝陛下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我说的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藏在你心里的那个人。我是军人，更是大汉的臣子，在我心里没有这个人。怀天煞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大的本事，就是能把自己伪装得像刀剑一样冰冷无情。我代表汉军的全军将士，感谢你。别谢我，你们要谢，就应该谢谢你们的解忧公主。是啊，这次要是没有解忧公主，我李广利可就要在这小小的大元城身败名裂了。多亏了公主啊！诸位将士，这仗要是打不赢，我们就对不起解忧公主。解忧公主，解忧公主，解忧公主。解忧，趁热把药喝了吧。这些药那些药，我最近喝了太多药了吧？肚子胀得慌，心里也像有块石头堵着，我什么都喝不下。温贵将军的事情本来就不该你操心。昆明都说了，你要为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，你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吗？你心里惦记着你不该惦记的事情，不但是自找烦恼，也会给别人带来不悦。你连这点都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当你的和亲公主啊？再说，穆哈兹也没有亲眼见到尸体啊。温贵将军未必遇难，他武功那么高强，怎么会被几个匈奴强盗打败呢？那几个被烧死的人，一定是被他打败的匈奴人。解忧，温归倒是化解了汉军的危机，但如此一来，昆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善罢甘休了。温归和我根本就是欺君罔上啊，唯有见招拆招了。昆明，右夫人不见了。什么？解忧不见了？她只给你留了封信，拿来。我闹！她怀着孕，怎么能去前线呢？去前线？那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给我亲自去！你要亲自去？他这是江伪军，没想到还是要走这一步。愣着干什么？备马去！